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家今天在全国科学技术会议里面当引言人，而这个引言人的过程里面，他丢出非常多重要的讯息。第一个是他这2个月来跟他很多的客户互动，这个客户里面大家最关心什么？最关心就是 AI 跟 AI 的运用，代表 AI 才是台积电的未来，也是他所有最重要的客户里面最关心的一个发展。除了 AI 之外，他也跟全世界最有钱的人见面，而这个最有钱的人当然就伊隆马斯克。他说，伊隆马斯克现在没有再在乎他的车子，伊隆马斯克现在在乎2个东西，一个就是机器人，一个就是无人机。而且他说，不管 AI、机器人、无人机，台湾都有最好的优势。也难道说，接下来对于台积电来讲，或者对台湾来讲，这3个的发展至关重要吗？另外也看到，在 CNBC 里面，他去访问了美国台积电，发了美国台积电里面，他居然讲哦，里面有很多重要讯息是说，第一个，原来在美国台积电里面还可以继续扩厂，这个扩厂可以扩很多很多，可以增加很多很多产能，也难怪这个魏哲家在跟伊隆马斯克聊天的时候，伊隆马斯克担心说，我的产量够不够？魏哲家讲，你只要钱给得出来，这个产量一定够。他还提到说，现在原来我们每个礼拜台积电跟 Intel 都有互动，而且台积电还教 Intel 非常先进的东西。难道我们的台积电现在跟 Intel 有密切的合作吗？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在这个所有的密切合作里面，没有韩国的角色。韩国除了他现在的总统出了一个乌龙，搞了一个乌龙的戒严，搞得天下大乱，接下来的在野党完全不被美国信任。难道在这个国际里面，也就是未来最重要的科技领域里面，韩国也会被踢出去吗？好，在这一段里面，资深媒体人王瑞德也加入我们的讨论。瑞德你好，大家好。好，刚刚讲的是魏哲家今天在担任这个引言人的时候，你说他今天讲话非常重要，没错，他把整个的未来、整个的发展、整个的趋势交代得非常清楚。宝姐，大家今天要好好的听魏哲家说了什么？为什么呢？实际上今天呢，他讲了非常多，很有意思。宝姐，因为为什么？因为周末的时候才有这张照片。周末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呢？被人家拍到他在美国啊，在美国怎么礼拜他就跑到台湾来了？因为他今天参加我们的这个全国科技技术会议里面当引言人，他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件事。他说他前几天，也就是他这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对，他说他跟全世界最有钱的家伙聊天。所以是谁？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他说什么？他跟我说，他要讲他发展什么多功能的机器人是他要努力的方向，不是汽车哦。他说你要听清楚哦，多功能的机器人是他要努力的发展的方向，而不是汽车哦。然后他就说，他讲了一大堆，然后他问伊隆马斯克说，那有什么事情你会担心的？他一定要讲一大堆其他的东西。然后他说，他最担心的是没有人攻击他晶片。那魏哲家就说：“你不要紧张，你只要肯付钱的话，你的晶片一定有。你说只要你给的钱够甜，对，你就有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连伊隆马斯克他都要来求台积电嘛？就我很担心我没有晶片了。那魏哲家跟他说：没给，你有急我都好你。所以眼球是什么？大家都很担心说川普上台之后会对台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从伊隆马斯克他都要在意晶片的发展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不会，他应该会跟这个川普说啊，不要动台积电。而且你会注意到哦，伊隆马斯克他现在转弯什么？他没有要发展汽车哦，他现在说机器人或者无人机才是他要发展的重要的这个重点。而且沈荣讲说，现在这个有很多的国际趋势在发展当中。第一个，从现在魏哲家讲话里面 ，AI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没错，而且 AI 越来越成熟了。这2个月来，他跟所有的厂商客户见面，所有的人只关心一个 AI 跟 AI 未来的运用。对，第二个就是他关心什么？他说跟伊隆马斯克在乎的是无人机跟机器人。对，第3个什么？也就是 CNBC， 他跑到了美国台积电厂。在美国台积电厂里面，他跟他的这个美国台积电董事长卡西迪有见面，对，讲了2个关键的东西。没错，第一个关键东西是，居然台积电每个礼拜都跟 Intel 这个见面，而且在跟 Intel 见面的是手把手教他先进的东西，那大家吓死了，说，难道台积电把先进制程交给了 Intel 吗？对。还有就是，他不是讲说担心东西不够吗？他说没有，我们这里已解决水的问题了，对，我们的人的问题也在解决当中，现在我们的产量还可以再继续开发。抱歉，实际上这个 CNBC 他这个礼拜的时候也访问了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在美国董事长卡西迪。那它里面有几个重点，我跟大家讲。第一个，这个台积电的这个美国厂现在呢没惊，为什么？因为它现在盖的这个进度，明年要量产，听说它的4奈米的良率呢，已经比台湾要更好了。
而且它目前为止大部分的都是用这个能够自动化就用自动化，然后数据可能都从台湾传过去。而且你现在看到的不是台湾的哦，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亚利桑那厂的台湾台积电，对，亚利桑那厂现在就这个样子了。对，没错。那目前为止来说，之前的什么工会的挑战啊，或者什么人员的问题啦、水的问题、电的问题，目前都解决了。所以他们说目前为止没有问题。他目前为止有一座厂，有第二座厂在盖。它就是未来这边还可以容纳很多空间，所以最多了可能可以容纳到6座厂，也就是说，目前为止2座厂之后，未来搞不好还有再加4座厂的一个状况，这就是未来台积电可能在美国发挥的这个空间。另外第二个，大家担心什么？大家担心，因为这个 CNBC 里面还有个报道，他说了，we meet with Intel weekly。就每个礼拜都跟他见面了。那见面什么？他说他跟他发展所谓的先进制程的部分。就先进制程部分，大家有点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一开始宝洁大家认为说啊，你台积电把先进制程交给这个 Intel， 那你是要教 Intel 做这个晶圆代工吗？对啊。就宝洁不用担心，这个台积电就出来讲，他说我们双方是就产品的设计讨论，不是培训。这什么意思？那为什么做这个东西？我跟他讲，因为主要是这样。我要这个暗示什么？暗示的未来 Intel 会变成是台积电的大客户。因为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 Intel 占台积电的营收大概3%左右而已。但是呢，为什么我要去了解你的先进制程？因为我没有做过你的东西，我不会设计你的东西，我必须要了解你的先进制程是什么嘛，对，我才能够按照你的先进制程。因为 Intel 以前都是他自己的先进制程，他现在要去知道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我要知道你怎么设计，我才能够设计你在你的公司里面能够做出来的晶片嘛。对，所以台积电必须手把手的跟你讲我的制程是什么样，逻辑概念是什么，你要很清楚之后，你就可以设计，你才能在我这里下单。未来呢，Intel 已经说了，他未来准备把它 CPU 重要的关键零组件全部下给台积电，所以明后年的时候 ，Intel 会从目前的3%要跳到8%到9%，甚至有可能会跃升到前3大客户，就是他要大量试单给台积电了。你说数倍的增加？对，没错，他要准备试单。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消息，如果我回想跟他讲过一个消息，以前不是三星他想要知道台积电的这个制程的时候，他说我要下单给台积电。那就是这个意思，他要知道你，那你要跟我，你要教偷学技术，对，你要来教我嘛。那台积电知道，所以台积电说，不，三星我不要。对，不是他不要，他是说你先去跟我的这个 IP 公司创意合作，透过他的方式来下单给我们台积电。这就是台积电他当初在避免这个三星的这个偷技术。但是 Intel 目前为止不用担心，因为 Intel 他准备要下大量订单给你了，所以未来是一个大订单要来到的日子了。而且你说这个也看到一个国际趋势的发展，也就是现在台积电在美国，对我不是2个厂，我是有6个厂，我不但是有6个厂，而且刚刚讲到它现在的这个晶圆的这个良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可以它里面还提到什么？他说原来他们在生产制造的时候，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商务部有一支电话，这个电话呢可以直通到这个苹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董事长，这个等于说这个库克，我也这个直接通了这个所谓的台积电。他说是美国商务部在制造这个晶圆厂，美国这个亚利桑那晶圆厂的时候，我是同时有2支电话，我是同时跟台积电，我是同时跟苹果都谈好了，我才确定的。第二个就是价钱的问题，他讲价钱再高，只要我们提出来，我们的客户都接受。对，没错，因为毕竟你硬伤跟 Made in USA 的晶片，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所以目前为止来说呢，它的这个产能来说，可能在第1年就有可能会满载，因为听说 AMD 啦、辉达啦、苹果都很有意愿在这边下单，所以看起来没有问题。再来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明年台积电可能会有第一次，他们这个董事会会到美国去开，去美国开。对，为什么到美国去开？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为止台积电的独立董事里面就有一个是美国的商务部，所以也就是说，未来台积电跟美国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而且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哦，从最近的辉达黄仁勋讲到这个三星，就说他只是我们合作伙伴之一。那甚至你看伊隆马斯克，他讲到说他讲到要发展这个机器人，然后无人机，然后他缺晶片，他是跟谁？跟台积电说。所以你看，韩国是很明显被排除在外的，没有这个角色。也就是说，韩国不论在未来的 AI 领域，在未来的机器人领域，在未来的无人机领域，它都不是个咖。那再加上从最近韩国那边动荡，所以来说对韩国来讲，它未来再怎么追上台积电，基本上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一件事。而且伊隆马斯克还讲过，他说为什么他这么在乎机器人？对，他说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机器人它的数量会比人类的人口还多。他说会有100亿台。但是呢，他这个讲法呢，跟黄仁勋差不多。黄仁勋也说，未来我们家里面来说，除了买车之外，最重要的消费就是买一个机器人。
因为机器人可以帮你处理很多事。那你想说这到底有可能还没可能？这个什么叫做多功能机器人？我没事买一个多功能机器人干什么？而且你看，这是特斯拉现在伊隆马斯克念兹在兹的，他的 Optimus 的这个机器人。宝杰，大家看哦，他的机器人，我们之前也说过，他的手有22个自由度，对。你看他现在走路，他现在走路跟人也差不多嘞。他在关节啊，各式各样的这个重心的这个摆放的东西，跟人都非常像。那他可以，而且他不在平地，对，他是在草地走路，而且他在测试木屑，他在铺满木屑的路上，木屑上面是木屑，对，是有点空隙的。他能够你看他走路的样子，走得非常的轻松嘛。所以呢，他有点滑倒，跟人很像，对不对？然后他还能马上就能够稳定住他的这个状况。也就是说，你看，所以说在所有的路面里面，铺木屑的是最容易滑倒的，没错。结果我就让你测试，而且是一个斜坡，上面铺了木屑，对，它还是可以走下来。它的反应跟人类差不多，也就是说他透过嵌入式的电脑处理那个感测器的数据，然后他在2到3毫秒的时间里面就微调之后就完成平衡，这个跟人差不多。所以就是说，他未来呢可以做到很多人能够做的事情。你只要再把这个关节啦、自由度再弄得更多之后，它可以做到跟人一模一样。所以说，机器人已经到了一个起点了。对，机器人已经到了一个起点以后，它真的功能大爆发了。它目前为止还在学习中，学习呢，你看它现在透过这个特斯拉给它灌很多影片。特斯拉不是有这个架一个100万的这个 CPU 组成的这个超级电脑，它就是在训练它。他给他非常多的影片，然后给他自我学习跟自我进化。目前为止，慢慢的，我们之前不是说要导入所谓通用型 AI 吗？通用型 AI 就是开始让他有自己推理的能力之后，他就会变成跟人一样，他未来就可以感知，还有决策。所以搞不好未来你家里面机器人，它是可以跟你聊天，它可以跟你说你现在心里什么烦恼，我想要怎么做，它可以跟你说你要怎么做。所以这是未来很多不一样。你看它可以，当然做家事这个没有问题，做家事、炒菜、泡咖啡什么，它都完全它都可以，它都可以做到。它是24小时的管家，你只要给它充电，充好之后，它就是这样一个机器人。所以呢，他为什么伊隆马斯克非常看好？因为他觉得很看好啊。那你知道事实上这个，所以伊隆马斯克很看好，黄仁勋很看好，对，而且现在。我们之前讲过的波士顿动力动力的这个机器人，对，现在更厉害了。对，那你知道为什么伊隆马斯克非常看好这个机器人吗？那伊隆马斯克目前为止，他特斯拉市值大概1兆美金。他说什么？他说 Optimus 呢，只要这个机器人下去之后，会让特斯拉的市值高达25兆美金呢。你就知道，现在特斯拉市值1兆，他说这 Optimus 会让它飙了25兆，你就知道，而且。奥斯曼的晶片对也要台湾做吗？当然了，它的晶片什么都要未来一个机器人上面就一个晶片啊，那一个 CPU 一个大脑啊，所以你看特斯拉，那为什么它不发展电动车？你看电动车了不起就让我1兆，但是你看机器人可以让我多少？25兆，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他的想法。那除了这个 Optimus 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很多嘛，他有跟美国国防部啊很多单位在合作嘛。那目前为止他也是一样啊，你看他已经有配备 AI。还有这个学习能力，他现在可以在工厂里面做事，他可以在很多的工厂里面，这个目前为止在工厂里面譬如说搬重物啦，然后还可以这个调整柜子啦，他已经可以在战场或者很多的场合里面就可以用到它。所以美国现在开始拼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美国现在知道说，机器人绝对是我一个要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重点。不是，本来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厂设厂在，你这是一个赔钱货啊，你这个赚不了钱啊，就没有哦。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卡西迪讲哦，这与他们的董事长讲，我现在我定多少钱，他们就接受多少钱。另外就是我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还有我的良率跟台湾一样了。对他，我看到外媒的报道啊，就是他亚利桑那厂的良率哈，将近快100%，这么好，就90几%，非常非常可怕的人。不要讲三星现在为什么可以在？他说三星现在2奈米。它的良率不到20%，是，所以说那这个怎么做得到的事情，后来我才搞清楚了，因为它的 R&D 做好之后的第一个试投产，就是在 test 的部分生产那个试做这个部分，在台湾全部做完了，所以说做完了以后，对它的整个投入生产线的一个大量生产的方式已经完成它的整个测试，所以到了亚利桑那厂的时候，美国厂只做一件事情，量产。其他通通在台湾做，所以也没有缺电的问题啦。所以他这个场地当时就框了一个很大的场地。所以刚刚施总讲说，它可以有可能扩充到6个厂，所以本来1个厂、2个厂就不得了了。你说未来至少可以有6个厂，
所以这个厂会变得非常大。而且刚才讲，它一个厂一年是2万，一个厂是2万片，那6个厂就12万片了。我不知道它带多少万片，我看那是外媒体的报道，说这个场地足够，因为它这个模式已经成功了。注意，大家听清楚，它的方式就是说，台湾做开发，台湾做生产的测试，台湾做 pilot 的测试，完了最成熟的东西丢到美国去做。对，那这个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而且台湾优势也发挥出来了，是，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所以然后你看到它的量，而且你看到 Intel 也进来了，对不对？所以量越来越大。对，哎，你原来想说，你记不记得原来说第一个厂哈，大概美国国防部大概量占多少？10%。对，就占10%哦，90%还要商业化，是要商业化，而且要亏钱，所以美国政府还要补贴它。这个90%的生产量才能够填满，对，填不满。现在反过来了，现在继续大量还在继续扩厂啊。对，你说刚才到卡西迪讲的哦，我现在是我可以买，我可以这个全载哦，我可以满哦，我这个生产满的状况下，我还供不应求，而且我提出的价格，对方没有办法跟我还价的。因为它都是所谓的这个高阶的这个先进制程，全部是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嘛。所以刚刚世聪讲很对啊 ，Intel 进来那个量有多大 ？Intel 这次的人事大变动，把它 CEO 换掉。对。那我们回头过去想，当时把那个辛格叫进回来的时候，他是 Intel 老员工嘛。对。他的功能是什么？生产呢？他是生产的专家嘛，他是工程师嘛。当 Intel 的老板们，因为这是基金嘛，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投资 Intel 嘛。他们决定一个路线，把这个辛叫回来做，结果宣布失败了嘛？宣布失败，在这个月请他走了嘛？那这个订单怎么办？这个订单当然交给台积电嘛。所以这个量莫名其妙就突然，那销售的最后这个产品的服务是谁做？是英特尔自己去做啊。英特尔设计它的产品，它有全世界一流的 IC 设计。对，我们在全世界啦啊，在 IC 设计这一环里面。美国占了大概超过50%的市场，其中第二大的市场，第二大就是韩国跟台湾，那目前台湾可能超过韩国了。对，哦，所以这个量的百分比最大的量的使用者还是美国，先进的也是美国，所以刚刚这样整个总量加起来的话，整个全部的市场间接直接还是由台积电供应嘛。那如果这样的话，那韩国这次选错边了，他真的被丢出来了吗？对韩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讲，我们是谈了一个概念问题啊。韩国的问题其实跟中国大陆问题有点像。记不记得上次中国大陆为什么今天到现在为止做不出先进制程？我不是讲了他们一个概念吗？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那集中力量办大事什么意思？就是老子有钱砸钱嘛。这个问题是台积电这种先进制程，它不是砸钱能够出来的，它是很多的很多小人物的创意集中起来，还有包括它的优势已经形成了，这个很复杂一件事情。可是所以那中国习惯的就是花钱，那韩国的大厂也是一样的概念啊，所以它就是第一任全世界第一名嘛，搞不过它，你要跟我拼，我就拼价钱嘛。他们的模式其实政治体制不同。但是韩国的财团模式，对，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国营企业模式，独裁高压，本质上相同，跟台积电的模式是相反的。台积电模式是一个个人创意模式，对，它是民主自由体制下的一个非常自由的一种创造方式。那这种创造方式来讲的话呢，你很困难取代，因为它流程太复杂，它有2、3千道的制程，对，才做出一片晶片。那是多少？那这个东西不是，所以不是靠钱可以成功的，不是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的。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迷信他们这一套，那韩国的财团也迷信这一套，包括他们不是把他们的3星的小老板从这个监牢里面放出来，还是做不出来啊？更糟糕的，这变成到韩国的产品跟中国大陆的产品已经开始重叠的时候，那就被另外一个集中下就被中国大陆干掉了。好，宇轩，大家讲的为什么现在 AI 可怕，是因为AI 只要突破它的这个门槛，而且 AI 的进步是吧？我跟你讲哦，你线性进步，它是等差就不得了哦。它只要让它过了那个坎，它全部都是等比级数，它是倍数的成长。一个最简单的，我小时候玩过那个打砖块，他说那个打砖块就是 AI 过的第一道门。AI 这个第一道门打到时候，
他自己会知道怎么选择最厉害的打砖块。以前我们讲训练机器人非常麻烦，你要想 coding， 你要想说这个程式码如何去编写，但现在完全不用。为什么？因为现在的 AI 机器人跟人类一样，它只要给它视觉图像型的影片看过1遍、2遍、3遍，甚至看都不用看，全部影片输入进去之后，自动解析之后，它就能完成人类可能要花1年、5年、10年才做到的事情。宝哥，你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打砖块游戏，但你想想看，一般人要在玩它干嘛？我下面这个把，对不对？对，我要左右移动去接这个球。你说电脑一定接得到啊？不对哦，因为 AI 它一开始根本不知道你要我干嘛，所以它先给他看说游戏规则是什么。你球来要用这个，要用去接，然后去打一个。对，然后但问题是 AI 一开始玩不好嘛，它常常会漏接啊，有一些很多的状况。结果我没有想到，他们给他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这是2个小时。刚刚你开始是刚刚给他，他根本不知道。然后呢，我就让你一直打，我可以不断的这个所谓的之前的这个影片，你2个小时就可以打成这个样子了。对，2个小时啦，观看2个小时高手玩的影片之后呢，他开始可以每一球都接到了。但你后来发现这个东西还不难，因为这种2个小时之后呢，他达到的程度大概是玩1年2年左右的。结果我没有想到给他看4个小时之后，他做到了连人类甚至连传奇选手都做不到的地步。宝哥，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只打左边那一个，对，先打通。他先把那个打通，左边那个贯穿之后，让他在上面不断的反弹，不断反弹，因为他在上面的得分呢是远远比下面来的高，他根据颜色的不同，对，会有不同的得分，所以他这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我不断单点突破，跑到上面之后呢，炸弹开花，让他在上面不断反弹，不断反弹。他们说，就算是人类高手知道这种做法，他也不一定做得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说，我把每一球刚好都打到，来，你仔细看。他是把这边最左侧这边贯穿的，哪一个高手可以去做到这种地步？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失败。我2个小时的时候，我就像资深玩家，我可以一排一排把你打掉。我4个小时，我没有教他哦，没有教他，自然知道说我可以打穿一个点，让他自己在上面不断的自己弹跳。对，因为你只跟他讲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得分要高，再第2个就是说你最好是越快越好，所以他自己想出来这种独门法则。那我想说各位，如果给他看8个小时，给他玩12个小时，还得了？他搞不好弄出来的东西，连人类看到都瑟瑟发抖。所以从这可以看到说那个 AI 的进步有多么快 ，AI 自我的学习那是一个什么等比级数的成长，而且这个 AI 的运用更可怕的是，因为为什么现在伊隆马斯克，为什么现在黄仁勋，为什么他将会大爆发？因为你现在发现，你很多你无法想象的领域，现在 AI 都进来了。刚才讲了，导播我们看这个小女生，这个小女生就是一个网红，一个漂亮小女生，她干嘛？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农夫宝来哥，以前我们讲农夫美国，因为它都是大范围的经济耕作，所以呢，你都要开着一台车，然后你在广大呢一望无际的田野里面一直不断的开。结果你现在发现一件事情，不对哦。他的手没有磨在方向盘上面，而且呢，他还一只手拿着手机，不断的在自拍。你看哦，一下跟大家展示说，在介绍说，这就是我的这个我们讲的 AI 自动的无人耕作车、无人农机，甚至是它上面干嘛？直接开吃变吃播，明明就要介绍农产品，就变吃播。所以以前的农民要非常认真的，刚刚讲到的，去这个所谓的耕田呐，所以就所谓的除这个农草啦，他不用。他就坐在车子上面吃东西当网红，而且宝哥，你有看到他还可以换衣服，好不好？他还可以一下长袖，一下短袖，然后呢开始在手舞足蹈的介绍自己的农机。为什么？因为前面有1、2、3、4、5个萤幕，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些萤幕在自动替他工作，这是 AI 机器人。我们大家有想过说，家里有小米机器人吗？小米机器人会干嘛呢？他会开始在规划说你家的地图是什么样子然后开始在那边吸我讲他这个更厉害。他直接在现场用电脑把你的卫星 GPS 定位，说你的农地范围在哪里，画好之后你要规划的路径，他就会沿着这个路径不断的，他会帮你选路径。对，而且呢，他在边走的时候，他会设计说，我今天是要来呢给番茄浇水，我今天呢是要来喷洒农药，我今天呢是要来收割，所以它可以多功能的，等于说你什么事也不用做，你就坐在上面一边直播一边吃东西，然后呢打完收工，所有的农产品都可以帮你处理好。所以他在手机还可以完全监测我今天所有工作的内容。那你讲说，那这个农地就是固定的嘛？那个农地固定的，我今天这个农机公司做还容易。澳洲更夸张，澳洲等于说我叫放牧，澳洲什么不多，牛最多，羊最多。结果他们现在这个放牧就透过这种 AI 的机器人，这个牛会听话的。把那个不要误会了，我们刚才看到说那个女直播主坐在车上呢，我跟你讲。他其实根本不用到农地去，为什么？因为现在连放牧也是这样子，有一台车来4个轮子，红红的，你第一眼看到红色是什么？大家会想到斗牛士，不对，它这个是牧牛士。为什么 ？AI 牧牛士，它只要靠着这一台 AI 机器人，
它会呢，因为牛群会习惯它就开始赶着牛去跑，牛就会然后跑到地方，它会把它赶去哪里？赶到草多的地方，因为呢，它会用 AI 的方式去探测，说我整个草原里面的哪边稀疏，哪边比较茂盛，然后让我的牛呢把它赶着跑，然后用一些灯光啊、音效、视觉上的这种我们讲的习惯性，牛未来只要看到机器人来了，所以我还可以分辨说哪里的草比较好，哪里的草比较丰沛，哪里的草营养比较高，我就把我的牛赶到这个地方来。对，而且呢，它会确保说土壤呢不会过度的贫瘠，而且你想想看这些牛等于是被教育，什么意思？它看到这个 AI 技能看习惯，它知道说我只要呢它往我这边赶，我就往那边去，我就有更多很丰盛、很好吃的草可以去吃。所以你想想看，连牧牛、连耕作，通通都不需要人力，全部都靠 AI。那你想想未来的世界会有多可怕？好，那刚才讲的，现在 AI 要大爆发。刚刚魏哲家不是讲吗？所有跟他谈的客户都讲我的 AI 以及 AI 的运用。刚才讲农业是这样，对不对？医学更可怕。那么我们看这个小女生，她有小耳症。后来你再看那个小女生，她这个小耳症，你如果不看你会觉得这个耳朵非常正常哦。这个懂吗？这个居然是用 AI 3D 列印的，而且它的功能居然跟一个耳朵完全一样。宝来哥，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无人，但你没有想到的是 AI 竟然还可以人造人。为什么？直接帮他把这个器官造出来。你说宇轩这个3D 列印打磨有这么困难吗？有。为什么？因为我就请问，蛋白质堆叠的方式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吧？它是用蛋白质堆叠。对，它不是从肌肉它是先研究说，比如说你耳朵组成的蛋白质堆叠的方式，蛋白质堆叠的方式再用肌肉纹理的方式，一条一条。所以你看它在打磨 AI 的时候，跟一般的 AI 不一样。一般的 AI 是什么？直接打就盖上去了。它不是，它是一层一层一层慢慢的去堆叠。所以导播看，它是用人体细胞生物，是用细胞来作为3D 列印。对，等于说它用培植细胞的方式，一层一层把它堆叠下去。好，宇轩，另外我们就看到这个影片，这个是优胜美地，这是也说优胜美地透过卫星空拍上，卫星空拍嘛就单一的角度没有，它可以360度全景来还原这里的状况。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我也是用 AI 来做设计的。对，各位，你现在看到这个感觉，你可能无感，但我跟你讲，这是 VR。你想想看如果说未来我们看到的地图不再是平面，甚至也不再是有画坐标、有标高，而是全部都3D 立体呈现，那会有多厉害？那你想看不对啊，我们的确可以用很好的镜头，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它叫 Maxar， 它有很好的镜头，从我们讲的高轨也好、低轨也好，去把这些画面拍到。但拍到之后，它要怎么样用算的方式把它变成立体形象？这时候 AI 就出现了，它就是透过所谓多个镜头，比如说我这边 A 个角度、B 个角度、C 个角度，总共3个角度拍下一张照片，而通过这张照片，我们再用 AI 去模拟、去推演。各位，现在 AI 它是可以模拟扩图的也就是你如果只给它一个角，比如说苹果的一个角落，它可以自动把你扩图成一整颗完整的苹果。所以当你给它一整个地图的状况的时候，它可以把你绘制出如我们现在画面所看到的。如此漂亮，而且是全3D无死角，你爱怎么转就怎么转。你要打造优胜美地，它就给你优胜美地；你要打造漂亮的巴黎，它巴黎铁塔呢，完完整整的一个角落也不会给你错误。就这样，你看巴黎铁塔360度，对，可以这样在空中直接旋转甚至我们讲的塞纳河边，通通都漂亮。所以我如果其实从空中我看到你的影子，不同时间的影子，我就可以回推你的高度，然后呢，我再从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影子来算出你的样子。我完全用这个东西给设计出来。对，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看到这是有光有影的。什么叫有光有影？这不是说地图拍摄起来就是这样，而是说它透过 AI 的方式，比如说我这个建筑是这样，的确我有很多照片，但我要试想说，当我在旋转的时候，它的阴影会如何变化？我在旋转的时候，它建筑物的标高、它的轨迹以及它整个形状。所以你想想看，当连 AI 都可以完成这么巨大的任务，那未来呢？这对于战略层次上，甚至对于营救层次上，对于各个层次上来讲，地图都会不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地图。对，你常常讲这种科技跟国力其实都整合在一起的，特别是现在掌握最厉害的，当然还是美国。你说韩国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韩国因为现在他的总统政变，他现在接下来的在野党，还有他这几年跟中国的关系，他得不到美国的信任，得不到美国信任以后，你就注意到2个东西为什么三星它的技术被停滞了？当然李在镕被关起来是一个原因，第2个是他跟日本交恶，跟日本交恶以后，你好的东西不能进来。第3个，他是美国用国力包括苹果公司很多的公司去告他侵权告他到他所有的先进制程根本动不了。对，这就是跟韩国的厂商自己的选择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知道说，2015年韩国跟中国除了签这个 FTA 之外，另外他们大型的厂商财团比如说 LG， 比如说三星等等这些公司，他们很习惯跟中国做生意，而且跟习惯中国做生意之后呢，就会被中国把东西剽窃过去。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它等于就是什么一个漏洞。
当你美国现在在印太战略整个转向的情况之下，韩国调整不过来啊。韩国调不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当美国你说我要高科技的东西要交给韩国，不好意思，你这些东西会不会被中国偷走？会不会中国剽窃走？他们不相信吗？当然，现在已经不相信韩国了嘛。因为什么？因为过往来讲，韩国习惯那种大型的消费市场，他们认为说这个买手机啊，买什么东西的，他们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他们有想象到说是中国他会偷窃大家的东西。那因为你看到现在中国的DRAM，现在中国的面板，中国现在很多的包括电池。那都是跟韩国偷的啊！对，之前传出说华为 Mate 70为什么还有一些晶片存在？美国人就开始猜啦，是台湾卖过去的呢，还是日本卖过去的，还是韩国卖过去呢？哎，现在说不定大家抓到的小辫子可能就是韩国卖过去也不一定。所以现在为什么呢？你知道以前美国国防部哦，它基本上跟这个晶片来讲的话，有2家厂商跟他合作，一个就是台积电，一个就是三星。但是现在来讲的话，看起来三星越走越远了。对，因为有人讲说三星可能变成中兴，你知道吗？人家说什么台积电变成美积电，但是三星有可能变成中兴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美国刚刚提到了，不管马斯克你要做机器人也好，你要做什么东西也好，那个东西跟未来的战争是有关系的。对，以后那些是部队呢，以后那些。已经不要靠对，你看现在谁要去服什么这个那个？所以郭台铭讲的是真的。对啊，以后打第一战的机器人。对啊，靠机器人，靠无人机，靠什么呢？那需要晶片。那你开玩笑，我如果说这个东西掌握在你中国手上，掌握在你韩国，然后流到中国去的话，那还得了？以后美国。怎么可能跟你打？怎么打这场胜仗？所以事实上，他们着眼的不是单纯只有产业的这个层面而已啊，他们看到的是军事科技，我不可能卖给他。所以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9月的时候，川普跟贺锦丽在辩论的时候，贺锦丽骂说：“川普，你那时候的执政的时候，把这个什么晶片卖给中国大陆，让他们能够发展军事武器。”川普说：“没有嘛，那是台湾卖的。”那为什么他会讲台湾卖的？在心目中有可能不是台湾卖的，可能是韩国卖的，可能是不管是哪个国家卖的。但是显然晶片对他们来讲很重要。我觉得包含这一次啊，台积电这样子愿意去协助 Intel， 对，那也是做球给美国政府，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因为 Intel 本来就是美国扶持的嘛。对，那你本来拜登政府也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他们其实是一伙的。什么叫一伙的？他们基本上就是要对付中国的。所以如果能够扶持美国的自己的状况来讲的话，而且甚至于说你让 Intel 不会倒。这种情况来讲的话，让美国的就业机会也可以存活下去，所以这些都在间接帮美国。台积电其实跟美国的关系、跟美国的互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因为美国的五角大厦曾经说过，如果你要用奈米16奈米，你要用16奈米来去做所有的设计，你要跟美国国防部合作的时候，你有一个清单，清单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跟台积电合作，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理解的。而且再来是你把 Intel 绑在自己的手上，你等于身上还有一个护身符。你的美国政府你要打 Intel 吗？你打自己的小孩干什么？所以等于说美国不可能打 Intel， 当然就不可能打台积电。所以台积电其实也在什么买保单，你知道吗？那把 Intel 拉在身上，趁着现在 Intel 虚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趁虚而入，但是事实上也在为我们自己好。所以接下来来讲的话，我们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结盟越来越清楚之后呢，其实川普他不太可能对台积电下手，而且川普有可能因此说不定还会重用台积电，而且会看台湾越看越重。玉凤是中芯美在吹牛说，我们已经破了5奈米，破了7奈米，我们现在往5奈米，而也不是讲呢，现在华为的 Mate 70就是用5奈米做的，结果呢，晶片战争的作者米勒就把华为这个 Mate 70给拆开，而且是70的 Pro 最好的晶片。他说哪有5奈米？他就跟你上一款的7奈米一样，而且跟上一款的7奈米一样，怎么样呢？跟台积电最新的差了6年之多。对，好，晶片战争的作者呢很注重这个 Mate 70，那 Mate 70 Pro 呢，把它拆开来看的话，根本没有看到所谓的5奈米的制程，还是7奈米，而且呢是旧的7奈米制程，所以呢代表一件事情说。华为有没有办法突破美国的封锁？不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7奈米已经是用交叠的方式来想尽办法把它盯出来。5奈米根本没有办法量产，它根本没有办法商业化吧？对，根本没有办法，因为7奈米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天花板的，你没有办法再用其他的封装的一个技术来把它突破。所以呢，5奈米有没有机会？应该是没有机会。而这样子的话，看起来的话，你用7奈米的一个落后制程来对比台积电，那差了6年，6年在一个晶圆来做的话，差3代耶，那是不可能做的。你不管怎么绕，不管用什么节点的方式，其实都没有办法来突破台积电。好，那另外就讲，居然在中国在俄罗斯有条新闻，对，俄罗斯居然有晶圆厂，
那俄罗斯的晶圆厂被封锁到倒闭了。对，俄罗斯的晶圆厂其实当初俄罗斯呢是投资了巨资的，除了他民间之外呢，他的政府也有投注。那投注下去的话，当然希望可以晶圆自主。可是为什么突然之间还不出这3.25亿？3.25亿其实不多，要还一定有办法。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的制裁，艾斯摩尔一下子没给你零件，一下子没给你技术，最后完完全全造不出来。造不出情况之下的话，那只好倒闭。